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英国历史简本》一书的播放权，作者雅各布·布莱克伍德，出版简报出版社。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本书全面概述了英国 UK 的历史，它涵盖了该国从古至今的发展，并详细研究了塑造其历史的各种事件、人物和运动。我们将探索塑造英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并研究英国内部的各个民族如何相互交流，以及与更广阔的世界互动。您将了解英国历史的主要主题，以及它们随著时间的推移而表达的方式。对于任何希望更好地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简介：英国的历史是一段漫长而迷人的千古旅程。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英国一直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文化和影响。从不列颠群岛的早期定居者建立了文明的基础，到不同国家在一个君主下逐渐统一到今天，英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历史。本章将概述英国历史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塑造国家的关键事件、人物和发展。它将讨论主要的历史时代，如中世纪、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现代时期。它还将着眼于影响英国的文化影响，例如罗马帝国的影响和大英帝国的影响。最后，本章将探讨英国的现状，并探讨当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英国历史概述。英国 UK 的历史跨越了几个世纪和不同的地理区域。英国由4个国家组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英国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凯尔特部落首先在该地区定居。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被各种外国势力入侵，当地居民深受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的影响。在中世纪，随着王国、议会和大学的出现，英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16世纪和17世纪见证了英国宗教改革和英格兰教会的建立，以及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化。在18世纪，英国成为一个帝国大国，统治住世界大片地区，并建立了一个对世界产生持久影响的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变革。英国有着丰富的多元文化和影响历史，它的政治和经济是由君主制、英国国交和议会的权力塑造的。英国因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以及对民主的承诺而独树一帜。了解重大事件和动向。英国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有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家。了解这些事件对于更深入的了解英国历史非常重要。大宪章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档之一，由约翰国王于1215年签署。他确立了有宪君主制的原则，保证了英格兰人民的某些自由。这份文件被视为民主的基石，构成了英国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框架。英国内战发生在17世纪中叶，是保皇党和议员之间的重大冲突。这场战争导致国王查理一世被推翻，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联邦的 Republic， 这导致了1660年查理二世加冕为国王时，最终恢复了君主制。1688年的光荣革命见证了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推翻，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成为联合君主。这一事件被视为不流血革命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并被认为建立了英国今天的君主立宪制。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这一时期见证了技术、交通和制造业的进步，改变了这个国家，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塑造了其经济。1832年的改革法案被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捩点，因为它将投票权扩大到更多的人，并建立了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体系。随后是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特许经营权，将大多数成年男性包括在共同尝试中。这些只是塑造英国历史和发展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运动。了解这些事件对于更好地了解英国历史至关重要。史前英国。英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人类对大不列颠岛的占领最早记录在西元前50万年左右。史前英国居住驻守猎采集者，大部分土地被茂密的林地覆盖。到了新石器时代，西元前4000年至西元前2500年，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人们开始建立永久定居点。石圈如巨石阵就是在这段时间建造的。
青铜时代，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800年，见证了金属加工和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其他欧洲文化的交流。在铁器时代，西元前800年至西元43年，罗马入侵，英国分裂成许多部落群体，每个部落都控制和保卫自己的领土。这个时代见证了山丘堡垒的建造 ，Such 作为多塞特郡的少女城堡。罗马人入侵不列颠带来了许多变化。罗马人的占领一直持续到西元410年，在此期间修建了道路和堡垒，拉丁语成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基督教也在罗马时期传入英国。罗马从不列颠撤军后的时期被称为黑暗时代，西元410年至1066年。这是一个人口下降和政治不稳定的时期，各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也是一个宗教和文化发展的时期，基督教的引入、英语的形成以及英国文学的开始。1066年的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中世纪西元1066年至1485年的开始。诺曼人带来了封建主义和城堡和大教堂的建造，以及引入新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见证了布里第十君主制的建立和议会的发展。中世纪的结束和文艺复兴时期1485年至1660年的开始见证了艺术、文学和科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开始。这是英国建立殖民帝国的时期。从1660年开始的时期被称为现代时期。这是一个重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期，在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中达到高潮。它还见证了大英帝国的出现和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早期人类定居。英国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大约西元前9000年，当时第一批人类在英国定居。这些定居者可能来自非洲大陆，由具有游牧生活方式的狩猎采集者组成。这一时期的主要遗迹之一是著名的巨石阵遗址，建于西元前3000年左右。下一个主要定居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大约西元前4000年。这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和动物的驯化，以及永久定居点的增长。这些定居点开始变得更加有组织，防御结构的建造以及陶器和其他文物的生产证明了这一点。西元前25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见证了金属加工的到来和更复杂的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最坚固的山堡的建造以及更复杂的宗教习俗的出现。铁器时代始于西元前800年左右，见证了凯尔特部落的到来。这些部落是现代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祖先。他们在英国的存在导致了今天仍然存在的独特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大型山堡的发展，例如多塞特郡的少女城堡。这些早期的英国文化为现代联合王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西元43年，罗马人的到来对该的区产生了最戏剧性的影响。罗马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和堡垒，以及道路网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大量贸易的涌入，这导致了城镇和城市的发展。西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对该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古英语，为现代英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英国君主制发展的开始，这将成为英国的基础。石器时代的定居点。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时期，从第一个类人生物到金属工具的发明。它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此期间，人们开发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杀戮，例如制造工具、狩猎和捕鱼，以及建造庇护所的能力。英国最早的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在此期间，英国大部分地区被 Black Ice 覆盖，大部分土地太冷，不适合人类居住。然而，在旧石器时代，有些人确实生活在英国。这些石器时代的人类定居在气候温暖、食物更容易获得的地区。这些定居点通常由居住在洞穴或其他临时避难所中的一小群人组成。他们靠狩猎和采集植物以及捕鱼为生。英国的石器时代，人们也以创造和使用工具和武器而闻名。这些包括用石头制成的长矛、剑和斧头，以及篮筐和陶器。他们还发展了一种简单的农业形式，种植小麦、亚麻和大麦等作物。石器时代也见证了定居点之间的贸易增加，这使英国人民能够获得新的材料和知识，传播资讯，并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在中石器时代，英国是各种人类定居点的家园，包括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以及沿海和河谷的永久性别墅和定居点。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新技术的发展，如弓箭和渔网，以及农业技术的改进。新石器时代见证了新技术的发展和更永久性结构的建造。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向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贸易和新手工艺的发展。英国的石器时代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结束，青铜时代的出现。在此期间，第一批金属工具和武器被开发出来，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新石器时代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是人类生活和与环境互动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从依赖狩猎和采集过渡到更稳定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他们种植庄稼和饲养动物。这个过渡时期被称为 Neolithic 革命，始于大约1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西元前4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革命是不列颠群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捩点。在此期间，不列颠群岛的人们开始从基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向基于农业和饲养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使生活方式更加稳定和安全，并开启了人口增长和发展的时期。新石器革命带来的变化对不列颠群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见证了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等巨石纪念碑的兴起，以及复杂的陶器、珠宝和其他文物的发展。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不列颠群岛第一批城镇的出现。今天，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在不列颠群岛仍然很明显。这一时期的遗产仍然塑造出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种植和使用食物的方式到我们与环境互动的方式。新石器时代革命是不列颠群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遗产至今仍能感受到。8. 罗马不列颠。罗马不列颠指的是从西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斯入侵并征服该岛开始的英国历史时期，一直持续到西元410年。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给英国带来了许多变化，包括新的法律、新的语言和新的宗教。罗马人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并改进了现有技术。他们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和道路系统，并建造了城镇、堡垒和别墅。罗马行政人员和商人将新商品，包括硬币、陶器、玻璃和珠宝带到了英国。罗马不列颠被划分为被称为省的行政区划。这些省份中最不引人注目的是不列颠尼亚，它覆盖了英国的中部和南部。其他省份包括覆盖英国热带海岸的加利亚，覆盖北部的西伯尼亚和覆盖东部的瓦莱里亚。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引入英国，这导致许多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皈依了该宗教。不列颠的罗马时期随着西元410年罗马军团的撤出而结束。罗马人带来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变化对英国及其人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9. 凯撒大帝的入侵。英国的历史始于西元前55年和54年尤利乌斯·凯撒的入侵。凯撒是一位罗马政治家和将军，他领导了对英国的入侵，其中第一次是旨在衡量英国军事准备情况的侦察任务，第二次入侵旨在征服该岛。在不列颠南海岸登陆后，凯撒遭到了英国人的激烈抵抗。他向北推进，能够越过泰晤士河，到达现在被称为伦敦的地区。然而几周后，他决定撤退并返回高卢。凯撒入侵的影响是深远的，标志住英国罗马占领的开始。这种占领将持续到5世纪初，并带来英国景观和文化的巨大转变。在此期间，罗马修建了道路、定居点、堡垒和其他基础设施，并介绍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法律。罗马在英国的存在带来了贸易的增加，这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凯撒的入侵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为不列颠并入罗马帝国铺平了道路。这些入侵的遗产今天仍然存在于英国，考古遗迹、古迹和历史遗迹提醒我们英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时期。10. 罗姆人与统治和管理。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始于西元43年，在克劳迪皇帝的统治下持续了近400年。在此期间，不列颠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罗马的统治受到一个有组织、复杂的政府和行政体系的影响。罗马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个军事驻军网络，这些旨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该省免受仍在叛乱的不列颠凯尔特部落的侵害。驻军由罗马总督指挥，总督还控制住民政和司法系统。罗马人还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拉丁语，后来成为教会和法院的语言。罗马硬币是在英国制造的，修建道路是为了方便军队和贸易货物在全省的流动。在罗马统治的早期，
塞尔特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允许遵守自己的法律和习俗，尽管罗马人征收自己的税收和法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开始强加更多的自己的法律，塞尔特人被鼓励采用罗马文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驻军逐渐开始撤离。到4世纪末，不列颠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上自治的省份，罗马政府几乎消失了。11. 罗马遗产。英国的罗马遗产永久地提醒住阿曼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西元43年，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整个岛屿经历了一个快速变化和发展的时期。罗马占领的遗产可以在今天的不列颠群岛的文化、建筑、语言和法律中看到。罗马人与他们一起粗暴地对待他们文化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对英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语言，在英语中仍然很突出，许多单词和短语源自拉丁语。此外，拉丁字母在英语写作中仍然使用地。拉丁法律体系对英国法律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罗马人在建筑方面也留下了持久的遗产。英国最知名的罗马风格建筑是哈德良长城，建于西元122年，用于防御北方部落。此外，罗马人留下了许多其他道路、桥梁和其他结构，这些结构今天仍然可见。罗马的遗产也延伸到宗教领域。基督教由罗马传教士带到不列颠群岛，是当今英国的主要宗教。英国文化认同的许多其他方面，如君主制，可以追溯到罗马人。总之，从语言和文化到建筑和法律体系，罗马在英国的遗产今天仍然可见。这一遗产对不列颠群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可以在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看到。英国历史概论。英国 UK 的历史漫长而复杂，它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第一批人类到达该地区。从那时起，英国经历了无数次入侵和移民、经济和政治动荡、重大的技术和社会进步以及冲突。英国的早期历史由凯尔特部落主导，他们从铁器时代到西元43年罗马人的到来居住在该岛。罗马征服后，不列颠一直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直到西元410年罗马人占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见证了各个王国的兴衰、基督教的出现以及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英国历史上的下一个重大事件是1066年的诺曼征服，征服者威廉继承了王位并建立了诺曼统治。英国当时由威廉的后代统治，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去世，随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6世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这标志住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始。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18世纪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大英帝国的崛起，这是英国大扩张的时期。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5。这个时代也见证了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建立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20世纪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这2场大战都对英国及其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和英国作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出现。从那时起，英国的影响力持续增长，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英国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并继续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参与者。尽管过去发生了一些事件，但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人民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12. 盎格鲁撒克逊英国。英国的历史始于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群日耳曼部落，他们来自德国北部、丹麦和荷兰。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王国是安格利亚、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威塞克斯和麦西亚。这些王国由强大的国王和他们的战士统治，他们击退了敌对的王国和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不列颠发展的关键人物是威瑟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他在878年击败了丹麦人，并统一了撒克逊王国。阿尔弗雷德是基督教传入英国和英语消亡的重要人物。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化，有自己的习俗、传统和语言。文学、音乐、艺术和手工艺在此期间蓬勃发展。基督教成为主要宗教，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在1066年被诺曼人赶出不列颠，当时征服者威廉入侵并控制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遗产仍然可以在当时的语言、艺术和文学以及英国人民的文化和习俗中看到。13.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崛起。
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不列颠群岛发生重大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西元5世纪日耳曼人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英国的迁移，并以1066年的诺曼征服结束。盎格鲁撒克逊人是5世纪从北欧迁移到英国的日耳曼语民族，他们的到来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标志住政治和文化新时代的开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450-600，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600-850和晚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850-1066。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现在的英格兰建立了几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经常彼此不和，经常在他们之间以及与该的区的其他民族作战。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见证了较小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巩固。这些王国中最成功的是威瑟克斯王国，它最终统治了该地区，并最终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一为一个王国。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见证了维京人入侵的兴起，威胁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稳定。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能够击退维京人的入侵，但他们的王国最终在1066年被诺曼征服推翻，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14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盛。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始于5世纪后期，一直持续到1066年诺曼人入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独特的社会结构，由社会阶级的等级制度组成。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主要分为2个主要阶级：贵族和农民。上层阶级由贵族组成，其中包括国王和王后、他们的亲属和高级神职人员。这个党卫军通常很富有，拥有最多的政治权利。他们有权拥有土地，有权解决法律纠纷。第2类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个阶级由农民、手工艺人和商人组成。农民被要求纳税，在国王的土地上劳动，并向他们的领主致敬。农民定居点通常呈半圆形或三角形排列，较富裕的家庭在内部，最贫穷的家庭在外部。第3类是奴隶。奴隶通常是战俘或罪犯，被迫无偿工作，他们被视为财产，可以买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它奠定了英国文化的基础和许多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结构。它充满了丰富的历史，让我们了解了英国社会的起源。15盎格鲁撒克逊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列颠群岛人民的宗教信仰从基督教前的本土凯尔特信仰和仪式演变为更统一的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主要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瑟尔特人的邻居，现在苏格兰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带来。盎格鲁撒克逊宗教是瑟尔特人和日耳曼信仰的混合体。塞尔特人相信神和女神，他们有能力控制世界的自然力量，可以在需要时提供说明。他们相信生与死的回圈，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伴随仪式。这种信仰体系与日耳曼人对战神沃登及其众神家族的信仰混合在一起。盎格鲁萨克斯人的信仰主要集中在自然的回圈和对神和女神的崇拜上。异教信仰和仪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常在国王的大厅举行。其中一个仪式是污点，一种为纪念众神和女神而举行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满月和收获节期间进行，包括动物祭祀和食物和饮料的奉献。基督教来到不列颠群岛，带来了一段宗教动荡时期。旧信仰和习俗的人被拒绝，转而支援新信仰，异教仪式被教会压制。然而，一些旧的信仰幸存下来，有时以修改的形式。一些旧的神和女神被纳入新的基督教信仰，如火女神圣布里吉特和成为爱尔兰守护神的圣派翠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不列颠群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塑造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文化和信仰。今天，这仍然可以在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看到。16维京英国。维京时代始于西元793年，当时英格兰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遭到袭击。从那时起直到西元1066年左右，维京人对英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北部和东部地区。在维京时代，英国经常被划分为几个较小的亲属领地和地区，包括诺森比亚、麦西亚、东安格利亚和威瑟克斯。主要来自挪威和丹麦的维京掠夺者最初因其财富而被英国吸引。维京人在英国的存在产生了许多重要后果。
首先，他们引入了一种新的语言——古挪威语，最终成为英格兰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维京人还引入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它基于地方领主和酋长制度。这种政府形式最终成为英国封建制度的基础。维京人也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引入了新技术，例如长船，这使他们更容易进行拉扯和贸易。他们还引入了新的耕作和捕鱼方法，提高了陆地和海洋的生产力。维京人也在英国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盎格鲁撒克逊诗歌《贝奥武夫》是维京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包含了北欧神话的元素。维京人也对英国的地名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城镇和村庄都包含与维京人名字和文化相关的名称。总体而言，维京时代对英国的历史及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一个巨变和动荡的时代，维京人的遗产仍然可以在今天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看到。结论：总之，这本书为英国及其人民的历史提供了介绍，它探索了过去塑造国家及其文化的重大事件、人物和时代。我们研究了君主制的发展、政治制度、楚国的作用、工业革命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很明显，英国的历史是复杂而有趣的，强烈建议进一步阅读该主题。谢谢收看。